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4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学过几乎还有差不多的不同，今天我们来学习 Part 2， 然后你们就会更了解怎么使用几乎还有差不多。好，欢迎各位同学啊，老师就不跟你们一个一个打招呼了，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我们来看一下。好，10810，中文要怎么说？10810，我们再看一遍，10810。好，还有这个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周一到周五晚上，台湾时间的晚上10点30分，欢迎大家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看老师的视频，因为 YouTube 的屏幕画面比较大一点。好，刚刚是多少？10810啊。好，佳妮欢迎，宋平、裴静、林子，还有春娇10810，非常好。还有谁？还有 Simon 南武，还有EII 吗10810，万明、雅迪10810步。好，那么大家都答对了。好，那么每天我们都来练习数字，久而久之呢，你会非常熟悉中文的数字要怎么说哦。庆美，还有这位同学10810步。好 ，OK， 没问题。慧君也来了，欢迎慧君。Sierra 10810步。好，那么我们就来上课吧。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几乎还有差不多 Part 2。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差不多是个副词 almost， 几乎也是一个副词 almost。好，那么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差不多可以用在数字加上一个名词上面。所以各位同学，你现在看到这个例句50是个 number 数字，对不对？后面我们再加上一个名词这个英文叫做 numeral classifier compounds。 所以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个数字再加上一个量词或名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可以用差不多，不可以用几乎。所以这题的答案请大家试试看，你能不能把正确的句子写出来。特别注意，当我们看到数字加上一个名词或量词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用差不多，不用几乎。好，李先生差不多50岁，今年好50岁 5 years old， 请问答案是什么？好，美莲说10810，今年李先生差不多50岁，非常好。差不多再加上数字，再加上一个名词，请你特别注意，差不多50岁，不可以说几乎50岁，绝对不可以哦。好，李先生今年差不多50岁。好，有同学问老师说，老师，我今年到底要放在李先生的前面还是后面？都可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年在中文是可以放在时间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或后面都可以。好，李先生今年差不多50岁。好，也可以用今年李先生差不多50岁。好，没有问题答对了。好，
好，南武也答对了啊。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练习一题，特别注意啊，你看到数字加上一个量词或名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差不多。好，餐厅里 in a restaurant， 餐厅里坐着like sitting， 坐着差不多20个客人。好，各位同学，客人就是 customers guest。好，差不多 almost。坐着通常是坐着，通常表达一个 state 一个状态哦。好，餐厅里坐着差不多20个客人。好，答案是什么？好，please teach me how to correctly pronounce the word 吕。好，我们念吕，你可以听着我念啊，吕，它是一个姓氏啊，吕先生、吕小姐、吕太太。好，餐厅里坐着差不多20个客人。小王，餐厅里坐着差不多20个客人，答对了。好，餐厅里客人差不多20个坐着。不对，再试一次看看。餐厅里坐着差不多20个客人，很棒。餐厅里差不多坐着20个客人。好，正确答案啊，餐厅里坐着差不多20个客人。好 ，OK， 没问题。好，所以看到数字加上量词或加上名词，记得我们只用差不多，不用几乎。好，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不同哦。好，我们再来做一题吧。海山是我们的一位同学，他好久没有来上课了。海山，中文单词 Chinese terms Chinese vocabulary， 中文单词差不多800个，学了。好 ，OK， 请问答案是什么呢？而且同学们，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你们学了多少单词啊？餐厅里有差不多20个客人坐着。不行，不够地道。餐厅里坐着差不多20个客人，比较地道一点啊。好，对，这个叫纯线句啊，纯线句。好，答案来了。裴静说，海山学了差不多800个中文单词。海山学了差不多800个中文单词。海山学了差不多800个中文单词。好，海山差不多学了中文单词800个。我们把800个放在中文单词前面啊，这个叫做 numeral classifier compounds。数字加上量词再加上名词这个是 numeral classifier compounds。好，800个中文单词好，林子也答对了。那各位同学，你们学了几个中文单词呢？其实有研究指出只要学了800个中文单词就够用了，你就可以说中文了。只要你知道怎么使用这800个中文单词，有研究指出你就可以很流利的说中文，很地道的说中文了所以我们学中文呢，其实不需要学到很多很多个单词，最重要的是怎么去使用这些单词好，万明说我自己学了差不多600多个中文单词，很好。我自己学了差不多我自己差不多好 OK， 没问题。好，海山学了差不多800多个中文单词好，没问题。好，那么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支持老师成为老师的 YouTube members。好，谢谢大家的支持。OK，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差不多跟几乎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几乎呢通常表达的是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快要发生了， almost happened， 几乎要发生了，但是最后有没有发生是没有的，在这个情况下是不能用差不多的所以各位同学你要特别记得，我们中文常常用几乎表达 something you don't like almost happened but finally it didn't happen， 最后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发生的。所以如果你说理查老师几乎睡着了，那我有没有睡着？没有，我差一点就睡着了，但是我没有真的睡着，我一直 nod off， 我一直打瞌睡，但是我又醒来了，我是没有真的睡着的。 I don't really fall asleep。 OK， 我就可以用几乎睡着了，其实我没有真的睡着。 OK， 所以各位同学，当这个情况你用几乎的时候，它的 real situation is opposite. It's going to happen, but actually it didn't happen. 好，所以用几乎表示其实并没有，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好，所以我们来做题目。丽丽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哭了，她几乎。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丽丽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她几乎哭了。很好，她几乎哭了。那各位同学，我用几乎表示她没有真的哭，她差点哭了。所以我们在中文里面也可以用差点，差点就是差一点的意思差点也可以所以这题的答案你也可以说，丽丽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差一点哭了，可以，差点或差一点都可以。所以各位同学等一下写答案的时候，理查老师希望你们也把差一点练习一下，比如说他差点哭了，那最后他其实是没有哭的， that didn't happen really。 好，他几乎哭了，他差点哭了，他差一点哭了，他差不多哭了，绝对是错的差不多不可以用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可以用差点，也可以用几乎。好，对，他几乎哭了，他差点哭了。各位同学等一下你们多多练习，除了用几乎也可以用差点，但是最后没有哭。好，林子很累，上理查老师的课很无聊，我差点睡着了，我们加个着差点睡着了。那林子其实并没有睡着，他只是 feel sleepy， 他没有 fall asleep， 他只是觉得很想睡，很困，但是他没有真的完全睡着，只是 almost。 好他几乎哭了起来，可以，他几乎哭了起来，没问题，也可以的好，那么我们再来做一题。谢谢你提醒我，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 好，谢谢你提醒我，提醒 remind，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 谢谢你提醒我，忘了我几乎这件事 this matter， 这件事。好，忘了就是你不记得了，忘了表示你不记得了。 OK， 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对，我差点哭了也可以好，还剩下最后一块蛋糕，我差点没吃到，可以，这个句子很好好，谢谢你提醒我，我几乎忘了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有没有忘记？没有，因为他有提醒你，所以最后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忘记所以通常我们用几乎的时候 the final result is different, is opposite 所以特别记得几乎表示最后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所以这种题目常常在 HSK 3级跟4级的考试会考你，他几乎成功戒烟了，
He almost succeeded in quitting smoking. 那他最后有没有成功？没有，他几乎成功戒烟了，但是他最后 the final result is opposite. He didn't really quit smoking. OK， 所以几乎最后的情况是相反的。好，谢谢你提醒我，我差点忘了这件事情，很好。对，阿能几乎成功戒烟了，但是最后没有好，一样在这个例句里面，我也可以用差点。我可以说我差点忘了这件事，我差点忘了这件事，我差一点忘了这件事。好，我几乎忘了这件事。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差不多忘了这件事？不可以听起来非常奇怪。所以请你记得，我们用几乎表示这件事情最后是没有这样的 almost but not yet. OK， 谢谢你提醒我，我这件事几乎忘了。口语中可以这样用不过我觉得这个我几乎忘了这件事还是比较地道一点好，我几乎忘了这件事。OK， 好，我们再来做一题最后一题，雨下得很大。OK，It rained heavily， 雨下得很大。好，我淋湿了 soaked， 淋湿了表示你全身都湿了，衣服也湿了，身体里面也湿了，头发也湿了淋湿了，都几乎全身 the whole body 全身雨下得很大，我怎么样？有同学问说差一点这个说法很少用吗？北方人会说差一点南方人就说差点就可以了通常我们都不会把一跟念出来，差一点是北方人，特别是这个北京那一边，他们会有化音，所以他们会念差一点但是南方人我们说差点就可以了，差点就行了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几乎都湿了。好，我们再看，雨下得很大，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雨下得很大，我几乎都淋湿了。雨下得很大，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我觉得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我几乎全身都淋湿。我觉得用几乎全身都淋湿了，感觉比较地道一点雨下得很大，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我全身几乎，我几乎全，都可以了好像都可以。雨下得很大，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全身也是个 adverb， 几乎也是个 adverb，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雨下得很大，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可以。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也可以。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因为两个都是副词嘛好，两个都可以宋平这个句子我觉得也可以。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宋平你这个不行，你要说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宋平你这个都要放在淋湿了的前面好，雨下得很大，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都可以，两个我觉得都对对，不过呢，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这个都要放在淋湿了是前面好，雨下得很大，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都淋湿了这个是一定要这样说的，都淋湿了好，那我们可以用差点。雨下得很大，我差点全身都淋湿了。雨下得很大，我全身差点都淋湿了也可以用差点可以用差点。
好，那各位同学表示他并没有真的全身都淋湿了，他可能衣服湿了，裤子没有湿，差点全部都湿了。所以他讲的情况最后是 opposite， 最后并没有真的发生，他并没有全身。他可能裤子或内裤是干的，衣服湿了，头发湿了，手脚都湿了，但是他的内裤可能没有湿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全身几乎都淋湿了，我几乎全身都淋湿了。好，两个句子都可以啊。好 ，OK， 那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到了差不多跟几乎的不同。今天教的是 Part 2。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请帮我点个赞。对，内裤没问题，内裤是干的，内裤不是湿的。好 ，OK， 那各位同学，我们老师要告诉各位同学星期三开始，因为老师的姑姑生病了，所以老师要回老家去探望姑姑，去拜访一下姑姑。因为我姑姑最近生病了，她住院所以我星期三开始要回老家，回来可能都已经星期六了所以可能下次上课的时间是下星期一了可能下一次上课时间是下星期一。明天还有课明天我们继续上课，但是星期三开始老师要回老家，然后要去拜访一下姑姑，探望姑姑。好，那我们明天见咯 OK， 拜拜。